跟大家汇报一下不丢的情况哦。今天带他来医院做体检了，他的胆子特别小，一到医院就吓得躲起来了。我们是哄了半天他才愿意出来。给他检查了身体的各项指标，他有严重的猫癣、口炎和耳螨，眼睛呢也有点炎症。为了方便治疗，我们只能给他剃了毛，然后洗药浴。医生说他现在年纪太大了，口炎基本上是不可能治好了，而且考虑到一直吃药的话，对他的肾脏损伤更大，所以呢，等他猫癣和眼睛的炎症治好以后呢，我们再带他回来做群口拔牙，然后再适量喂养。他真的算很乖了，一点都不闹腾。因为考虑到他的猫癣和口炎有传染性，只能先把他隔离起来，等他好了以后呢，再放他去猫屋。希望小家伙能早日康复吧。带八条坐飞机去挪威，出发之前要先给他注射芯片。八条，现在打针哦，怕不怕疼？好的，八条真乖。关你屁事！虽然嘴上说好的，但到了医院，八条就后悔了。好在过程很快，也很顺利。八条，疼吗？用扫描器检查一下，扫一下。以后咱们就是有身份的喵了。回家后，去球，疼，去球。准备工作做完，我们就开着车带八条从郑州赶到北京。在高速上，我们还遇到一辆大货车侧翻在我们前面，希望司机平安，大家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到机场了，先给八条称个体重，要求是八条不能超过8公斤，去掉猫包的重量，八条凭借他一身的腱子肉也是差点不合格。他这一堆手续办下来，出个国可比人都贵了。好在过程一切都顺利，可以进来候机了。这次带八条去挪威，可以让他见见世面，也正好能看看院里喵们一直在吃的 VK2 磷虾油的产地，还计划带八条到磷虾捕捞船上看看去。哎，八条，不能上去，下来，那人坐的地方，快点下来。臭八条，有些人是不喜欢小猫咪的，你出来去公共场所不可以往座位上蹦，知道吗？八条应该是听懂了，他想了一会儿，就乖乖的到座位下面去休息去了。准备登机了，八条赶紧上了个厕所。他也知道现在如果不上，待会儿就得憋好久了。要出发喽！八条到座位啦，在天上看一看祖国的美好风光。法航的航空餐味道还不错，而且飞机上是可以喝酒的。隔壁的大叔不会沟通，我们就用自己蹩脚的英文帮他要了份鸡肉饭配啤酒。飞了13个小时，我们先是到了法国巴黎，八条已经忍不住他好奇的小脑袋了。然后我们赶紧到了卫生间，让八条上了个厕所。这个大社牛在机场是吸引了一堆眼球。接下来还要再飞3个小时到挪威的奥斯陆，咱们挪威见喽！带八条去挪威的这一路，我们都在追着太阳飞。出发的时候是白天，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了。等我们到法国巴黎的时候还是白天。短暂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又转机3个小时，我们是终于到了挪威奥斯陆。因为行李比较多嘛，都托运了。下飞机的时候呢，八条就跟着在旁边等行李。我感觉他好像会算数似的，搬行李的时候呢，他一直坐在旁边等，等都搬完了，他也就起身了。上。臭八条是真的很精，我跟他说上来，他就知道，可以不用走路了，就站在行李箱上让我推着他。可能是出来玩太开心了，上车去酒店的路上，八条还开始踩奶了。这15斤的肌肉猫踩在身上，那感觉真的跟按摩没两样了。到了，下车。刚下车，八条就被挪威的电车给吸引了。这车都开走了，他还在那盯着看。别看了，八条，明天带你坐电车去，走。到房间休息一下，明天带八条坐电车去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像公园看看去。挪威的乌鸦居然想吃八条。昨天刚到挪威，八条就被电车给吸引了，所以一大早我就带他来坐电车了。这边对宠物真的很友好，公共交通宠物也都是可以上去的。因为人口比较少嘛，哪怕在市中心也没有看到很高的楼，整个街道呢感觉都非常的空旷。大概是坐了20分钟的电车，我们就来到了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塑公园。这里的雕塑是展示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。因为担心咱们有些家长认为裸露的艺术会荼毒自己孩子的眼睛，所以请原谅我，就不能给大家展示太多雕塑的画面了。在这里，八条还交到了外国朋友。很明显，这位外国友狗有点害怕八条。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八条15斤，你们都不信吗？这回对比一下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吧？八条的体型可是比一般狗都大了。
然后我们在这里还遇到一个奇怪的家伙。我带着8条找了一处很美的风景，想拍点视频，没想到就被这小家伙给盯上了。本来呢，我跟8条是很开心的在草地上跑的，结果这小家伙就突然跟过来了。而且我们就算换了地方，他还是在后面跟着。他就是故意过来的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接下来整个公园的行程里，他都一直是跟在旁边，而且还叫来了很多他的小伙伴，一起冲着8条叫。乌鸦很聪明，他们之间也是有交流的，而且乌鸦还很欠。之前我就看视频，乌鸦特别喜欢咬别的小动物的屁股。这乌鸦越来越多了。8条，你快点跑，他们要咬你屁股，快走！8条也怕被咬屁股。不过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他们应该是没有恶意的，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当然啊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旁边，所以他们才不敢来招惹8条吧。时间长了，8条看他们就只会叫，就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了，自己就该干嘛干嘛。出来的这一趟，明显能感觉到8条特别开心，在地上都开始打滚了。难得看到这么大的草地，8条就激动地带着我一路狂奔。明天打算再带他去雪山附近看一看。到挪威的第3天，我们带8条去看了海和雪山。车刚开到海边，8条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了。有时候真的感觉他的动作和表情都像个小孩。因为害怕他冷嘛，我们就在挪威当地给他买了件防风衣。谁能想到，就这块布居然价值800人民币！好漂亮！这是8条喵生当中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。结果8条走到海边的第一件事，居然是开始啃草。海边的草不咸吗？8条，他就跟个好奇宝宝似的，一看到什么他都得凑过去瞅瞅。挪威这边的自然风景是真的很美，感觉随便截个图都能当封面。在海边待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开着车继续往山上走。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周围的景色也都变了。我们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想让8条下来看看雪山，结果他又顾着啃草。不过很明显，这边的草不好吃。8条，快看外面！看完雪山，还要带8条去坐轮船。这一路他都趴在我老妈的胳膊上看风景。等到轮船靠岸，我们就可以把车开上去了。刚从车上下来，8条就拽着我是一路往甲板上冲。明明他也是第一次坐船嘛，但就感觉他好像对路线特别熟似的。有时候我是真的感觉8条的胆子大的有点太过分了。这轮船的边我都不敢离得太近，但是他呢，就悠哉悠哉的走过去，还能把脑袋伸出去到处看。下船以后，我们又带着8条去体验登山电车。在这里有很多狗狗在陪主人一起排队，这边对宠物是真的非常友好，各种公共场所、交通工具，宠物都是可以上去的。我也是第一次坐这样的登山电车，一堆人和猫咪狗狗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，就是特别和谐美好。登上山顶能看到好多好多大狗狗，每一个主人都认真负责地牵好了绳子，遵守规矩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。每一个路人也都习以为常，这些狗狗就是人类世界里的一员，没有一个人会向狗狗和主人投去异样的眼光。然后这个臭8条在他们当中挑了个儿最小的一个交朋友，看把人家吓的。从山上下来，我们到了挪威贝尔根的一个小广场，这里的建筑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个真的路头吧？对，是的，他们这儿肯定是真的。我们带8条在这里逛了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店，每家店对宠物都很友好。我们也在这里见到了整个旅途除了8条以外的第一只猫。She doesn't like that other people are in her store. Oh, yeah. 从小店出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街边艺人在作画，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礼物，所以我们挑了几张。哪张？这个吗？那张，对，这个。回头直播的时候把它放到福袋里。接下来要带8条去法国巴黎了，期待一下8条在巴黎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吧。去你妈！